这个女人真是饿了，来路不明的男人都给接回家。就在她准备解馋的时候，男人先下嘴了：“你敢咬我？我咬你怎么了？你个疯婆娘！有本事你把我松开，咱俩真枪真枪干一架！”你干嘛？你知道我爹谁吗？辛斐可是大山寨之主，他丝毫不畏惧男人。此刻男人的拒绝和威胁，只让他觉得是欲拒还迎。辛斐最终还是没有下手，因为男人太臭了。很快，一个帮洗澡的新男人被带进房间。原来辛斐是山寨的女寨主，而劫来的男人是将军之子温小狼。男仆原先在四处搜寻失踪的温小狼，谁料也被辛斐的下属逮来当洗澡工。男仆一见少爷被绑，当即就让辛斐放人。可即便是把温小狼他爹摆上台面，辛斐还是不愿把快到嘴的男人送走。辛斐下属的武力值更是直接让两个男人不敢再动逃跑的念头。大侠，这个能不能请您这个高抬贵手？我呢，保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好不好？我撕还是你脱？你，我脱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陛下，两人成亲之大事，应听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行六礼之约。没事儿，反正我无父无母，这些礼数啊，不要也罢，不要也罢。温小狼没办法，可在被吞食之前，他很想知道这么多男人为什么辛斐偏偏选中他。原来温小狼会遭这罪，全是因为一个老道士瞎吹。不久前，老道士被劫来寨上算命，为治辛斐的跋扈，老道士编造他的寨子会遭遇大祸，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和因年因时阴历的男人行周公之礼。毫不意外，温小狼不过是他们 play 的一环罢了。老家伙，就是你忽悠他们把我抓回来的。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好，那你信不信我在他们面前戳穿你，让你这个老骗子无地自容？哎呀，你以为小老儿愿意这么做吗？他就是命在别人手里呀。那你非要找到我头上是吧？老头，你可别等我出去了。小子，你他妈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这个叫新来的丫头，姿色不错，与我群臣也差不多，你还不知足？我不管，你先把时间拖住，让我来想办法。老道士和温小狼此时都在一艘贼船上，他便决定先帮温小狼自救。恭喜大当家的大王在此界一见。如果还要这少年自愿才可，还请大当家的知晓啊！辛斐完全听信老道士的话，面对温小狼时收敛了许多，甚至为了让温小狼配合自己，除了放他走，满足他所有要求。还有，亲我一下。即便有国色天香的辛斐护着，每天都能吃香喝辣的，温小狼还是想要离开。当晚就带着男仆一起逃跑，谁料在半路上意外掉入茅坑，还是第二天被人捞才爬上来。温小狼的叛逆让辛斐很无奈。我美吗？美啊，那你为什么要逃？为什么不多看我一眼？喜欢这种事是两个人都情愿才。这么说，只要让你们喜欢我就可以了。是吧？也不是。温小狼的回复让辛斐知道他不爱了，所以他离开了。辛斐没有气馁，他转头就奔赴他的事业，带队在路上劫走了官府的赈灾银。看着辛斐突然的满载而归，温小狼一脸好奇。当发现辛斐抢来的银子都是赈灾时，他瞬间就吓晕了。这件事，我觉得你还是知道为好。不，我不想知道。劫赈灾银可是死罪。我还年轻，我还没活够，我还不想死。这么说，你现在不愿与我同甘共苦了？我呸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同甘共苦了？劫赈灾银可是诛九族的，姐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你们一门寻死寻死，你别带着我呀！温小狼，
你可是我男人，我不允许我的男人这么怂。怂？我是那种怂的人吗？啊，不，这不是怂的事儿啊，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！你不就是贪恋本少爷的美色吗？来吧，完事放我走就行。温小郎的退缩让辛斐放弃了。事实上，辛斐劫走赈灾银并不是贪财。不久前，云州百姓因为洪灾生存受困，朝廷发放了800万两的赈灾银。朝廷的官员都说，这笔钱最终都分给了老百姓，可每天还是有大批的百姓饿死。辛斐很快就查到官员们中饱私囊占据赈灾银，他才决定劫走这批赈灾银，把他们交回到老百姓手里。温小郎明白辛斐的大义，可他更害怕自己会被杀头，隔天又迫不及待找老道士，让他帮想办法离开寨子。谁料老道士丝毫不愿伸出援手。动手！停！他什么东西啊？这东西呀，可厉害了。别说是人，就一头牛也得要到。这么厉害？这么厉害？刚从老道士那拿到药，温小郎就迫不及待开展逃跑计划。他破天荒地主动向辛斐示好，还特地给辛斐倒有药的酒喝。温小郎万万没想到，老道士又坑他了。拿错了，我是蒙汗药。是什么？合欢散。很快，辛斐体内的药性发作，他愈发的迷糊，不知不觉就强抱上温小郎。你看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是不是应该……别！救命啊！完了！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老道士只能在温小郎失身后，把真的蒙汗药交给他。温小郎一心想逃走，再次带上蒙汗药回房。温小郎，若是你想，大可直接告诉我，可别去耍弄那些小手段了。既然你已经成为了我的男人，就不要想着逃了。趁和辛斐春宵后的余温还在，温小郎偷偷拿出了蒙汗药。当他想再次把药用在辛斐身上时，自从有了肌肤之亲，温小郎和辛斐的距离拉近了许多。渐渐的，温小郎也变成了辛斐的良夫，每天都会陪着辛斐去逛街。可这天在返回大寨的路上，他们却遇到了刺杀，一群官兵把他们包围了。温小郎一眼就认出这群官兵都是将军父亲的手下，他随后就走上前谈判，可官兵们根本不愿搭理他，他们还要刺伤温小郎。关键时刻，辛斐替他挡下了，越来越多的官兵随后蜂拥而上。温小郎不会武功，辛斐只能拖着受伤的身子硬扛着。辛斐倒下了，温小郎连忙举起火把阻拦，他趁机带着辛斐逃离现场。刺杀他们的幕后指使随后出现，居然是温小郎的妹妹水儿。趁温小郎和辛斐还在逃跑，水儿连忙带人进寨搜刮赈灾银，谁料赈灾银全都不见了。温小郎不知该去哪里，他带辛斐躲进了一间破屋子里。辛斐休养了一夜后，身体终于稍恢复正常。为了帮他疗伤，温小郎特地上山摘草药。看着为自己默默付出的温小郎，辛斐很心疼。他不愿温小郎再跟着过担惊受累的日子，他终于同意让温小郎离开。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我是想逃得离你远远的。可是直到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喜欢就是甘心的付出。原来我的情谊没有交集，但现在却紧紧
温小郎最终陪在辛斐身边，他们约定悄悄在乡镇生活，可水儿不愿放过他们。温小郎第二天和辛斐逛集市时，就看到俩人的通缉海报被贴在布告栏上，俩人连忙躲得远远的。温小郎知道只有回家找爹，才能让辛斐彻底摆脱这种苦日子。如今被当成山匪通缉，他们都不敢走大路回家，于是俩人选择隐姓埋名，一起循着山路走去京城温府。当走到温府门口时，俩人早就因长途跋涉衣衫褴褛，门外的护卫更是把他们当成乞丐驱赶。不，再不给我收拾你！看清楚，我真是你家少爷！就你还我家少爷！现在的世道上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出来行骗了！滚！再不滚，我收拾你！动手！吵闹声把温将军吸引出来了。温小郎见状，迅速跑上前抱大腿。这么久没有回家，不用说护卫，就连亲爹也快认不出温小郎。你个臭小子，你去哪儿了你？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太惨了，外面还有一个。温小郎一回家就先喂饱自己和辛斐，把前些天少吃的饭菜一口气补上，狂吃的间隙还不忘给爸妈介绍辛斐。他是我男人，我是他女人。在温府住下后，辛斐的下属也带着温小郎的男仆找来。原来辛斐和温小郎遇刺当天，男仆就发现有官兵在寨子附近埋伏，于是他偷偷协同辛斐的下属，迅速带着寨子的所有人都逃走。而辛斐当初劫回来的赈灾银也被下属分到了灾民的手中。作为寨主的辛斐还是很担心寨民，他想回去看看他们。温小郎把他拦下了。难道你真的觉得他们会想做一辈子的山贼土匪吗？你就不能为他们，为你，好好重新活一次？辛斐，留下吧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温小郎顺利让辛斐留了下来，可他的男仆却替他有了顾虑，因为温小郎早就有了未婚妻，是爸妈在他小时候给他定的娃娃亲。可温小郎只想娶辛斐，便打算先隐瞒未婚妻的事。然而一关未过一关又来，温小郎的父母似乎不太满意辛斐这个无父无母的野丫头。云州，那个地方靠近边疆嘛，不是什么富庶之地。这样，新姑娘，稍且便派人送你回去，然后再送你白银2000两，算是你救了小郎的谢礼。爹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别的不说，辛斐救过我的命。再说，哪有你这样感人的呀？再说，我俩早就情投意合。你臭小子！哎，老头子，小郎啊，你就听你爹的吧。新姑娘，我家小郎年幼无知，所以我不会走的，除非他不要，不然我不会走的。完了，又来一个。就在辛斐疑惑着温将军为什么说又一个时，这前一个就来了。温小郎惊呆了，这么多年没出现，传说中的未婚妻居然找上门了，还当众点名辛斐一决高下。当知道温小郎还一直隐瞒着未婚妻时，辛斐恨不得先拿他来开刀。眼下要和自己的情敌比武，好强的辛斐可不愿输。本寨主的男人，你也敢动？那就看你有没有资格动。身手不错，不过你碰到我，你完了。看他到底是输啊！我的男人，你也敢动？住手！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？我跟你根本没可能。小郎，这件事是我们约定好的，纳妾必须经过我的同意。如今，你却带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回家。你听我解释，我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，我辛斐的男人，要么心里只能有我一个人，要么死。辛斐，这事儿吧，跟我没关系，我爹给我安排的。我不管你们两个之前有什么约定，从今以后，他就是我一个人的男人。